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JT 又去哪里玩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应观众要求，我们决定来分享这次去挪威之旅的消费总金额。我接下来都是用2人份的开销来做介绍，全部都是用美金来作为单位哦。我们2个人花了759美金买机票加行李，飞机上的饮品加汉堡总共是37.95块。第一天抵达 Oslo， 从机场坐火车总共花了22.32块到 Oslo 市区。第一天的旅馆花费是200.59美金，踩点国家歌剧院和市区逛逛拍照全部都是免费哦。我们只在晚餐的这家店花费47.49块。第二天从首都 Oslo 搭乘挪威缩影，这里买的是官方票券，2个人总花费523.37块。我们提前在火车站买了早餐跟中餐的 Hoagie， 总共花了38.11块，很便宜。另外，如果你们要自己分段买票，也是会便宜一点啦。但是我们2个人比较懒惰，而且怕麻烦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官方的票券。这一天在 Flame 的旅馆住宿总花费是233.47块，当日晚餐总花费是55.32块。我们还在 Flame 的观光超市花了20.71块，买了一些纪念品，还有冰箱贴。第3天，我们从 Flame 出发，搭乘游艇 Bus 抵达 Voss 小镇，在湖边散步拍照，美景实在是太棒了，你们一定要来。之后，我们搭乘火车去到了挪威第2大的城市 Bergen。我们在 Bergen 选择了便宜的青年旅社，当日旅馆总花费2个人52.18块。但是这间青年旅社地点超好，它就在景点旁边，离旁边的景点驯鹿热狗很近。我们吃了3次驯鹿热狗，总花费才22.69块。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当天的晚餐，雷到不行，总花费还要72.05块。千万不要去吃这家，我们踩雷了，不要跟我们一样。最后我们去了 Bergen 市区的观景台，2个人的票券总共花了30.26块，用美丽的夜景来结束这一天。我们最后在观光超市购物总花费是18.53块。第4天一大早把行李寄放在火车站，总花费是65.13块。当天中午的海鲜大拼盘总花费是178.93，有点贵，但是我觉得花得很值得。我们之后在彩色小屋那边逛逛走走，花了17.85块，买了一些纪念品。之后在旁边的咖啡厅坐下来享受了当地的咖啡跟小点心，总花费是25.32块。从 Bergen 市区坐火车到机场，2个人才7.56，之后我们就飞到了 Bodo 的机场，机票总花费249.40。Bodo 的民宿当日花费是70.79。第5天，我们一大早从民宿离开，搭了公车去机场。要租车自驾，公车车票总花费是8.23块，租车加过路费加渡轮总花费是411.11块。一路上的自驾美景完全免费。特别介绍一下，在挪威飞无人飞机，也就是小飞机，是需要保险加注册的哦。保险是7.89块，注册是21.43块。当日在罗夫敦民宿的住宿是141.56块。第6天，我们一大早去爬山健行，眺望挪威的风光，沿路上 visit 很多不同的小镇，行程完全免费，除了吃跟住，我觉得罗夫敦真的没有那么贵，吃跟住是最贵的。第6天的早餐加蔬果总共花费29.32块。我们当天晚上终于吃到道地的金鱼肉排，还有鳕鱼干，超级好吃。晚餐花了119.2块，当晚的住宿总花费是206.38。第7天就是我期待已久的挪威北极圈潜水。北极圈潜水真的很酷，但是也不便宜。我们2个人总花费是309.07。
下午的健行跟观光还有海滩全部都是免费。当天晚上的住宿花了206.38。第8天，我们一路顺着南下，沿途的小渔村、小岛、美景全部都不用钱，我们每个地方都去了。我们还去爬了 Lofoten 最值得一爬的登山步道。当天的晚餐总花费是116.67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值得，完全没有踩雷，我很推荐你们去。雷纳镇的渔屋住宿总花费是156.51，这个价格还是我们2个人能接受的价格。但是你来罗佛登不去住渔屋实在太可惜了，所以一定要去住红色的小渔屋。第9天，我们一早就去买了一些纪念品，总共花费37.33。今天的中餐总花费是68.01。第9天是我们的交通日，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在交通上面。我们先是坐渡轮回到 Bodo， 渡轮是94.02。整趟租车的油费总花费是142.01。之后我们又坐了飞机从 Bodo 飞回 Oslo， 飞机加行李总共是258.78。回到欧洲首都以后，我们还要转乘火车才能回到市区。火车一样是22.39。当日的民宿总花费是103.08。第10天一大早，我们买了 Hop on Bus， 2个人的票总共是75.88，打算一网打尽博物馆岛上面所有的博物馆。博物馆还有一些多余的消费。但是博物馆的票券，有些人不愿意去，有些人愿意去，这都看你们。我们花了不少钱在当地的特产上面，总花费是331.90，因为买了很多礼物跟小点心要回来送给大家。最后一天，我们把行李寄放在火车站，总共花费是28.60，之后就去了国家美术馆。看我心心念念的油画版本 Scream 呐喊，门票2个人是38.27，早餐加中餐加便利店加之后的冰淇淋，总共是137.18，之后就回美国啦。这次的挪威之旅，我必须说我们花的钱不少，因为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吃还有玩上面。如果不喜欢潜水或者不会潜水的人，这1万块是完全不需要花出去的。我们2个人决定要来挪威的时候，就想要来潜水了，所以这笔钱是我们已经先预支好的。除此之外，挪威真的没有花太多钱在景点上面，最漂亮的风景完全都是免费的。最后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的旅馆总共花费1400多美金，我们总共花了1100多在吃上面，我们花了将近快3000块在 transportation， 也就是交通方面，其他的 souvenir， 也就是我们的纪念品上面，我们花了将近快1000块，总共花了6600多美金在这一段的行程，这是2人份，所以平均下来，我觉得还算是划算啦，因为我们每一天排的都很紧凑。希望这一次快速的行程简介跟介绍，还有总金额花费的大公开，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些微的帮助。希望大家在所有的旅程里面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请继续追踪我们 JT 又去哪里玩，拜拜。